哎，小慧，你这怎么说话呢？这上电视啊，你想好了再说。咱们这么说吧，雷辉先生，你满不满意你父母为你精心挑选的这套位于天水小区的房子？他们说，这个房子是给我买的，这个情我可不能领。我的父母卖掉了自己住的房子，又向亲戚借了钱，买了现在这套房子，从来没有和我商量过。装修也是他们自己决定了，就是为了他们以后自己住。所以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满意不满意都不重要。小慧，你这是怎么说话呢？雷大爷，不好意思，让你儿子把话说完吧。雷先生，在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，你的父母有没有咨询过你的意见？我也不是没有问过，做的样子而已。他们大多数时间都不询问我的意见，而是直接告诉我结果。哎，我怎么没有征求你的意见？我不是都跟你说过的吗？雷大爷，今天我们把雷先生叫到这里来，就是希望他把心里话说出来。如果您不愿意听的话，您可以离开我们的演播室。但是我相信你作为父亲，肯定很想知道自己的儿子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。雷先生，今天你既然坐在这个位子上，我希望你不要有任何掩饰，把你所有的想法都能够真实的表达出来。下一位上台演讲的是佩特拉科技公司 CEO 楚阳先生。这小子怎么也来了？你认识？大学生创业，搞了一家什么公司，追着我1个多月，想让我给他投钱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楚阳。今天呢，很高兴大家在百忙之中，能够莅临现场，来由我介绍新开发的加密算法。这孩子缠着我的时候话挺利的呀。今天怎么磕磕巴巴？就这还 CEO 呢？就是对原来当众说话都不利索。文件，使其只能。不好意思啊。爸，20多年了，这些话我都懒得说。今天当着这么多观众的面儿，也能有个评论，我索性就说明白了。你说。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具行尸走肉，从我生出来到现在，所有的事情都由不得我自己。我人生中的每一个决定，都是我的父母为我决定的。大小事我都不用过脑子，穿什么衣服，每周吃几次菜、几次鱼，我妈决定；上什么学校、考什么专业，我爸决定。我大学毕业以后，本来可以去上海找一个做游戏的工作，可是我爸觉得那是不务正业，非让我回来工作，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所以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混吃等死。后来找了个女朋友，她是开网店的，我父母觉得她工作不靠谱，非逼着我和我女朋友分手。不过这回我硬气了一回，我没分，他们就提出要买房子装修，从谈装修队、确定风格，一个字儿都没有跟我商量过，更别提考虑我女朋友的感受了。所以你们说，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主持人，这孩子说话少个把门的，你可千万不能播出去啊！这有什么不能播的？你都来这儿，你还怕大家不知道吗？雷辉，我想问你一下，在你眼中，你父母的关系是什么样的？他们有什么关系？
他们唯一的关系就是不小心生了我。小慧，你疯了吗你？他们在一起就是互相嫌弃、互相谩骂。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他们根本就不能待在一个屋子里。幸亏我家有个客房，要不然家里还不指定搬成什么样呢。雷辉爸爸是这样吗？这都老夫老妻了，大家不都这样吗？那我有个问题也想问您，你们2个人全心全意地把自己付出在雷辉身上，并且事无巨细、面面俱到。那我想知道你们为什么不过自己的生活呢？他们没有自己的生活，他们全部的生活就是生我养我，然后指挥我完成他们理想的人生，以安排控制我为乐。雷辉，你父母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难道不感激吗？他们明明可以有自己的生活，却放弃了。他们用他们全部的爱都给了你，你竟然是这种态度对他们吗？廖律师，他们是我的父母不假，他们对我的好，我也很感激。可是把一个家，硬生生的过成了一个监狱，谁受得了？我就是一个没有人格的人吗？我就不能为自己的人生做主吗？你不扯着导，导，咱们脚本里好像没这个内容吧？头没啥反应，继续，别管。好。廖律师，让我们继续把话题回到这个装修的乌龙问题上吧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说回装修的问题。整个装修期间，你父亲年龄这么大了，一趟一趟去跑建材市场，上到吊灯、壁纸，还有防盗门，下到一个小螺丝钉，亲自去选。你知道他为了什么吗？当然知道，为了什么？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要求，为了满足他们对我的管控。我的人生不能有差池，更不能让他们对我的要求产生任何偏差。你既然不想被你的父母管控，你为什么不亲自去跑？我不愿意。你是不愿意去，还是不肯去，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呢？廖律师，你是一个律师，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。我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负责。不去装修，你觉得眼不见心不烦了？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装修的是别人的房子，你怎么忍心看你的父母白白付出？胡说！我怎么知道一开始装的别人家的房子？我告诉你，小辉他不可能知道，他一次都没去过。你觉得你这件事情没有责任吗？你们作为父母的360度无死角地盯着你们的孩子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盯着你们的孩子？过你们的生活不好吗？想离就离婚呀，放过自己，放过孩子呀。廖律师，你说的什么话呀？你也是做子女的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？廖律师在台上发飙，是领导临时安排的吗？你问我上哪儿知道去？这个丫头片子，你懂什么啊？你给的是他想要的吗？廖律师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。我觉得现在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，并不涉及到他们老两口的感情问题。怎么不涉及？要不是他2个人死顶着在一起，给雷辉一个畸形的家庭，他能干出这些事儿吗？哎，说清楚我干什么了？你干什么了？你心里清楚。廖律师，你有话好好说好不好？你看今天当着这么多观众的面，你把话说清楚啊！问你宝贝儿子。哎，你说怎么走啊？那还录？不好意思啊，廖律师今天刚来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身体很不舒服，刚才言语可能有些过激，你们不要往心里去。我现在去看看他怎么回事，你们先休息一下啊，不好意思。各部门暂停一下，休息一下。谢谢。密码永远是网络安全的核心技术。哎呀，是网络信任。这张牙舞爪的，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啥。哎，老李，说真的啊，乾坤村的项目你是怎么想？配合政府政策，
疏解大城市问题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聪明人。你知道一个养老生态社区要投入多少钱，多少年才会回本？而且钱沟村被污染，那是人尽皆知的事儿，你又不能掖着藏着，还要额外掏钱治污。你们这些搞房地产出身的呀，就是以前挣钱挣得太容易，瞎子。再难的事儿，总要有人知难而上啊。所以说，通过密码与智慧城市相吻合，助力打造安全之城，让智慧城市早日实现。那以上呢，就是我演讲的全部内容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我当主持人这么多年，也会遇到一些很操心的事情，有的时候确实也搂不住火，这很正常。你觉得我这种反应很正常吗？正常。对不起，你还是要给我一点时间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回去面对那个现场。不想面对的话，就不要面对。可是节目录了一半，我还把当事人给惹毛了。你反应这么过激，一定是事出有因。如果你不想说，我也不会问你。你的心理问题我不知道能不能解决，但是录制现场的问题，我一定可以解决。所以你要不舒服的话，就回家休息休息，这里有我，你放心。你确定你能解决好吗？这么久了，你还不相信我？谢谢你。放心吧。那我先回去了。桃儿，廖律师呢？他身体有些不舒服，我让他先回去了。嗨，节目录一半，你让廖律师走了，什么情况？该他解释的法律内容他已经解释完了，后面我们就按部就班呗。头儿，不行不行不行！人家雷佳现在发飙了，人家当面说要让廖律师说个明白，咱就算继续录节目，他们肯定不配合呀。你现在是不相信你领导的业务能力呗？继续录制，多余的别想。走。啊？这什么？又是何秀春的果汁是吗？我是不是说过了？当然不是，
这是我亲自给您泡的菊花架枸杞，双倍去火。去火的啊？你从哪儿看出来我上火了？啊？从哪儿看出来我上火了？不是，啊，不是，我主要就是怕您瞎想，这种事儿吧容易产生误会。但是您想啊，就那小白脸儿，怎么可能是志玲姐喜欢的菜呢？不可能啊就。哎呦喂，说的一副你很了解牛志玲嘛。那你告诉我，牛志玲喜欢什么菜？但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就是单纯的想给您宽宽心。你现在去把佩特拉跟楚阳的资料都给我找来。什么拉？谁？就是那个小白脸儿跟他的公司。什么拉？到底什么？起什么火？你给我喝了，你给我喝了，你给我喝了。不是，我想看你起火。我也不上火呀，我喝它干嘛呀？我给您晾晾。喝了它，啊？喝了它。哦，我知道您的意思了，就是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嘛。我马上去给您弄去啊！哎，您喝。喝了它，喝一口。你上回就烫到我了。烫不烫？烫不烫？是有点儿。我给您放凉了再拿去了啊。我马上去。又想阴我，这一天天的。这张还不错，这张不行，这张不行不行。哎，你别删呀，这不挺好的吗？谁让你进来了？客厅都已经打扫干净了，老板，你的行李我也放好了。厕所呢？那么长时间没用，要彻底消毒。都打扫过了，现在呢就差您这个房间了。那就再打扫一遍。老板，你说这都几天了呀？你怎么还生气呢？我就是跟廖王律师开玩笑的嘛。拿你老板开玩笑，还说我是……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就是随口那么一说。老板，你可 man 了，你一点也不娘。那我是不是还得感谢你啊？出去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你先忙啊，我一会儿再来收拾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磕着了吗？伤哪儿了？碰到伤口了是吗？没事，没事，我没事。让我看看。我没事，我没事。碰到头了是吗？让我看看你伤口。哎，我没事。别动。万一伤口裂了怎么办？他能告诉我，我想你了。我接个电话。哎，小心伤口啊！祝贺你演讲成功。不瞒你说呀，今天紧张死我了。说实话啊，虽然没听懂你刚才到底讲的是什么，也许就是代表一些城市的未来。但是你在台上表现得非常的自信、潇洒。我哪儿来的自信呢？我今天一上台，我就看见你看见你前夫啊，他就坐在离我不到5米的地方，死死地盯着我，看得我是一身的汗呐。我只要跟他对视超过10秒钟，
估计我词儿都忘了。就他那表情，跟刀子一样，狠狠地盯着你。我当时就在想，这传说中的死亡凝视，应该就是这意思。唰唰唰唰唰。哼，他要是知道你今天被他这么一盯，吓得不得了，说不定晚上就找几个朋友一起去烧烤店撸串庆祝。真的假的？他还高兴，就他那表情，恨不得把我撕下来，晚上烤肉吃。哎，你怎么不吃啊？啊，我不吃，你吃吧。中午就开喝了，是波尔多的吗？林恒基，你现在开始跟踪我了，你太下作了吧？跟踪？谁跟踪你？我需要跟踪你吗？你的车子我随时可以定位。你还在我的车子上装定位，监视我？你忘了吧？你的车是我买的，当初装定位也是为了你的安全。用不着。再说了，这还是我第一次用定位找你。如果你愿意接电话的话，连这一次都可以省。哎，厉总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我之前呀开发了一个软件，跟这个汽车手机是联网的，用起来非常的方便，非常的实用。有人跟你说话吗？不是，我就是温馨提示一下。我不是来跟你说什么设置定位的事情。那你找我干什么？你跟我来。哎，不是这饭。坐下。说吧，怎么回事？谁啊？谁不谁的跟你什么关系？李恒基，咱们俩离婚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的事儿你别管。刘志玲，你不讲理哦！当初你说你把我放出去，是想看看我还能不能够回来。你是在给自己找出路啊？李恒基，是你不讲道理。我给你自由，我当然也给我自己自由。你要觉得不公平，你也可以给你自己找出路。那小屁孩哪里好？你想想啊，当初要是咱们一认识就生了个儿子，也该这么大了吧？李恒基，我告诉你，我跟那个小屁孩在一起，我很快乐，很轻松，我就是愿意和他在一起。从今天起，我们正式的划清界限。再见，拜拜。先生，您需要点什么吗？麻烦给我一点空间好吗？哦，好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难为你了，林峰啊，还过来照顾我这个老废物。嫂子，你别这么说啊。林峰，今天辛苦你了，赶紧回家吧。不急，一会儿我还帮你给嫂子做理疗呢。啊，那我去下锅面，咱们3个人对付一口。嗯。谢谢你。不用，啊，嫂子。电话。啊。
旺旺。啊，什么事儿啊？啊？出去吃饭啊？你事先也没跟我说一声啊，我这一时半会儿回不去。啊，要不这样，你和你爸先吃，别等我了。好。林峰，你还是先回去吧。不用了。话还没说完就给我挂了。行了行了，不要打了，挂了吧，挂了吧。不接了。你妈妈要是不来，就随她去吧。咱们先吃，吃完了给你妈妈打个包，一样。爸爸，咱们一家3口多长时间没有一起出来好好吃顿饭了？这我就不明白，你说这广场舞有什么好跳的？这连饭都不来吃啊？瞭望大律师，你是不是收集到了你妈妈经常在这儿跳广场舞的资料？所以故意的把饭局安排在这儿。你还想收集什么资料啊？廖大教授，知我者非你莫属。哎，廖大教授，我敬你一杯。慢。要用这个。用这个有诚意吗？讲究。行，敬您了。您干了我随意啊。不错。好汤。廖大教授啊，有个问题想采访你一下。这林芳是你媳妇吗？这天天不着家，天天去跳广场舞去，你们都不去看看去？你说一家人老聚在一起，多没意思啊！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嘛。哦，我饿了，我饿了，我饿了，我要先吃饭了，我要先吃饭了。又是一个惊喜。知道爸爸爱吃蘑菇，还是旺旺知道我爱吃什么？知道你没吃饭，特意给你点的，趁热吃。哎呀，看起来还挺有食欲的啊！哎，我听说今天节目又出了点状况。我们不要在乎过程，我们要的是结果。物业公司已经答应老雷家给他一笔装修的费用，老雷家呢也答应把剩下的费用补齐，把302恢复成原状。物业公司承诺了菲菲可以直接去上班，菲菲也表示呢，上班之后一定会好好表现的。而且他把网上的那个团队啊都解散了。从这个调解的角度来看呢，已经是非常非常完美了。但是我听说今天在节目现场，廖律师突然情绪失控，提早离场了。既然丁宁什么都跟你汇报了，你还问我干嘛？倒是你啊，2份粥，1副碗筷，没有小票。说吧，姐姐，刚才在哪儿喝的海鲜粥啊？跟谁啊？没跟谁，就我自己啊。你知道了？不是都说过了吗？在单位里不要谈私人的话题。我觉得吧，那个小男孩你是肯定看不上你。粥不烫是吧？啊，吃饭还堵不上你的嘴。赶紧吃啊！吃了赶紧走。
请。李总，哎，这是那个小白脸楚阳和他的佩特拉公司的全部资料，可详细了。李总，您没必要看那么仔细。我刚才查的时候，我看了一眼，他就是一小屁孩儿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你错了，这个小屁孩是个天才。天才。李总，您最近太累了吧？要不然这样，您去放个假，他就交给我了，我保证让他不会再出现了。不用，这个小孩我来就行。哦，对了，跟钱沟村村民代表的见面是明天吗？啊，明天上午，在那个钱沟村的村委会。我还想跟您说呢，这个钱沟村的村民啊，估计不太友好，咱们要不然多带点人吧。你最近是不是加入什么社团了呀？怎么突然这么社会？我们是去谈钱沟村的改造，不是去打架。带什么人？我这不是想着关律师还没回来吗？那他会安排律师团跟咱们一块去啊？哦，对了，提醒他们带廖律师去。哎，那您慢慢看，我先出去了。晶晶，不是你怎么回来了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哥你怎么才回来啊？我等你等都睡着了。你头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我就知道你这个人肯定大惊小怪的。我就是前2天在车上睡着了，然后急刹车，一不小心就磕到了。磕着了？急刹车能磕得那么严重吗？去医院看没有啊？拍片子了？你说那罗修怎么搞的？他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？他怎么照顾的你啊？哎呀，是我自己不小心，跟罗修没有关系的啊。哎，我今天来找你不是为了我的事儿，是因为廖望。我妈她催我回家了啊，她肯定会问到你和廖望姐的事儿。上次咱俩没套好词儿，不就差点出事儿了？你说你之前啊，寻死觅活的非要跟他出去，怎么样啊？这一路玩得开心啊？虽然吃的不太好，住的也不太好，罗修他还没有钱，但是呢，这段时间是我20年来最开心的日子吧。哟，天生一对，般配。你真这么觉得呀？你不都没心没肺吗？想到什么就做什么，2个人都是这样，也不问前途，也不看后果。我也这么觉得。但是我有时候在想啊，你说我是不是不该这么缠着罗修呀？是不是还会碰到更好的人？将来我们要是真的不合适该怎么办呀？那分手呗。但是我最近想明白了，你说罗修啊，他那么别扭的一个人，除了我，没有人可以像我对他那么好了。付出总有回报的嘛，就像你和廖万姐的关系一样啊。我知道你们之间有一些很复杂的事情，但是只要你肯付出，廖万姐她肯定不会视而不见了。你们之间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你这是在这装成熟教育我啊？我不是教育你，你这个人总是喜欢想的太多，你总是想让别人开心，结果你自己不开心。你只要不要惹我生气，我每天都很开心。哎，行了，赶紧去卧室睡吧，别在这躺着了啊。你头真没事啊？没事儿，走了。对了，哥，我妈那边怎么说呀？你先想想怎么跟姑姑解释吧。
行了，我录节目累了一天了，你别烦我了，好吧？赶紧回卧室休息。廖律师，哎，廖律师，都去哪儿啊？钱沟村啊。钱沟村？昨天陈律师发在群里的。廖王啊，昨天通知没看见啊？昨天手机没电了，对不起啊。你别慌慌张张出差错。这个案子你可是李总亲自点名要去钱沟村的人，否则我也不会带着你。我们先到楼下等你。那天晚上啊，有个喝醉酒的男的来找廖律师，刚开始聊挺好，突然就起了争执，我立马上去制止，结果这个人是廖律师的同学，也没出什么事儿，就给他赶走了。哎，什么人来找廖律师啊？廖律师同学喝多了来找他，结果突然起了点小矛盾，我就上去制止了，没出什么大事。哦，哎，廖律师。走。哎呦喂！刚才台里那个突然通知啊，说张副台要来给我们开会，说说节目的事儿。我跟他说，你昨天晚上录节目到深夜，今天不来台里了，所以你在家里好好歇着，千万别来啊！哎，我跟你一起去见张副台长，不能每次都让你一个人背锅。哎呀，我都跟你说过了，这种场面我比你有经验，你一来反而给我添乱，在家好好歇着。还有，你最好去找廖望，跟他说一下，这种态度上节目可不行。你千万不要让瞭望的主任知道他昨天的事情啊！行，我知道的，心里有数。拜拜。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把我家当旅馆了是吧？喂，兄弟，今天忙不忙啊？哥带你出去散散心。我跟你说，我刚挂了你老婆的电话啊，她刚给我放假。哎，你带我去哪散心啊？去海边吗？海边？你想得美你！村里去不去？钱沟村啊，我可听说那些村民现在都不让你的拆迁人员进去了。你是去散心还是去糟心啊？我糟心，你可以去散心呢。我可告诉你啊，跟我一起去钱沟村的，可是有官司离所的人呢。廖望也去啊？哎，那我可不知道，我现在糟心着呢，我可顾不上我的律师团里头有没有漂亮的小姐姐。好了好了，我要准备出发了啊！旅游目的地已经告诉你了，你爱去不去啊？拜拜。哎呀，李总啊，孙书记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又见面了，还好吧？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啊，来，好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这次啊，尝尝咱们本村的新的茶叶。好呀，好呀，好呀。啊，走。哎，艾米，你帮我拿一下，我上个厕所。好，你给我吧。大家一路辛苦了，先喝点茶水吧。哎，那
那个孙书记，你看我们都到了，咱们这个村民代表怎么还没来啊？哦，有的说家里有点事儿，忙好了马上就过来。没事儿，我们等一等也是应该的。哎，叔叔，你这个洗手间怎么锁上了？啊，这洗手间坏了，你要上厕所啊，到村里，出了门右拐。哦，谢谢啊。哦，小廖律师去洗手间了。陪我去书香的餐